好，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美中之间现在有一些最新的进展了。当然呢，这一切你要来抽丝剥茧一下，先看两边各自内部有什么样的状况。美国现在有什么状况？美国现在不是那个大而美法案已经过了吗？那大家就在讲啊，你国债一定会增加。目前国债最新数字是第一次超过了37兆美元，所以呢，就让他们的联邦预算这边的委员会主席直接讲了，说财政状况严重失衡，国会不断的让情况恶化。其实他们的7月的 CPI 呢，年增是2.7%了。如果说呢，你来看到的是核心 CPI 的话，是已经攀到了5个月来的高点，所以你才会看到高盛他这样的一些讲法。他表示，他认为消费者应该会承担67%的关税成本。他还特别告诉你哦，其实到6月底为止，美国企业是自己有吸收了超过50%的关税成本，但他认为之后负担可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好，可是一讲完之后，川普不怀疑啊，他说，这厉害，那你高盛的 CEO 不如改行当 DJ 啦，因为他认为你这一些判断都是错误的，根本就是不及格的经济学家。好，可是呢，大家也要来问了，说其实呢，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有一些重点，那他对外呢，他要先稳住嘛，其他国家统统该寄的信都寄了。中方现在他们的讲法是没有哦，我们还没有谈好。贝森特算是主谈者了。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讲法是，我们未来贸易团队2到3个月内会再次的跟中方会面，讲是这样讲，但是做则是有一些实质实事。包括川普他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美中双方的关税战呢再休兵，再往后延吧，延到了11月10号。当然，大家就在问，那你这个时间点不就是在为10月的川习会给铺路吗？那这个部分呢，大家也要就问中国的外交部，他们的讲法就是啊，反正呢，有关于斯德哥尔摩的经贸会谈，商务部有发消息了，那我们这些对美的关系呢，就是一贯的明确的。目前知道了，就是先暂缓那个24%的加征关税。美方这边应该有一些他想要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据说川普希望中国能将大豆订单增加4倍。好，对此呢，大陆外交部这边回应是什么？是说啊，具体的关系我们跟主管部门询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他大豆本来跟美国买嘛，那现在呢双方关系不好了，你要给我涨关税啊，我不跟你买啊，我跟巴西买，我跟其他人买，我还是买得到大豆啊。现在其实你就看到，因为一个关税战，世界的局势正在变化。包括了鲁拉呢，在这一回，他们巴西是被美国课了50%的关税，所以他现在呢就不跟川普低头。你要这样弄我，我不会跟你求和。他跑去跟习近平通话，讲的是金砖应该要一起有一个应对的阵线。好，对于鲁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习近平说呢，反正我们中巴现在就是历史的最佳时期，我们愿意跟你一道打造更多互利合作的成果。那王毅则是直接力挺巴西，说你美国的关税，你这样根本就是搞霸凌，反对外部对巴西内政的无理干涉。现在他的这个50%，很多人说啦，是不是其实就是因为他开始鲁拉接手之后跟中方比较好，所以呢才会找了个关系，找了个借口来对巴西出手。但这一出手，其实回过头来2个问题嘛，就是这个出手到底有没有实意，有没有用？另一个问题是，你到底会不会害到你自己？请教一下介大使，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超过了37兆美元。好，这当然跟大而美法案有关。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大家担心的关税问题还没有实质发生更多的效果。其实这个关税它不会立刻出现，它这种效果是延迟性的。那等它关税都定了，对，因为原来只有10%的关税嘛，对，大概就是8月9号以后才确定，对，那确定以后就这个关税就大幅的上涨，因为这个在没有确定之前，美国都只课10%的关税，所以它对这个整个的物价影响不大。那还有就是在之前，可能因为很多厂商、进口商，因为他不确定，他提前抢货、存货，因为美国的仓库多得很啊，他这个提前存货，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这个高盛这篇报告啊，他不会随便乱出的，高盛是在商场里面啊。
他是要讲究信誉的，对他不能骗人的，尤其是金融，也不能骗人，他的要高度的怎么样，这种可信度的。所以他这个67是他的 Chief Economist， 他整个群组，他的首席经济学家，整个群组，他们经过这个经济统计各方面，他精算出来了。所以67%其实是蛮高的，很高啊。也就是说，你每增加100块的关税67%是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在怎么样在承担，那可能其他的出口商他怎样，他吃掉23%。所以大部分几乎这个是超过66%了，也就是2/3的关税成本是美国的消费者是在吃，所以这个当然出来也会让川普很不高兴了。不过这个我们也说了，高盛他是民营公司啊，他不能够把他的这个 CEO 换掉啊，所以他就揶揄他，而且这个 CEO 基本上在美国金融界应该是享有声誉的啊，也不是他可以随便打击的，所以他就揶揄他。不过我觉得我要真正要看美国的未来经济前景，我宁愿看高盛的报告，我不会去听川普跟他那一群这些马屁精他们讲的。那所以这样看起来，美国的这个通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的大。那就是中国大陆，川普是8月11号终于签行政命，说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未来的3个月基本上就定局了，也不会有起伏了。那这个其实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也算得蛮精的，因为中国大陆交美的很多产品是美国民生必需品，它这个3个月时间，会让美国的零售商还有它的进口商有一个充分的时间进货，而且这个到11月8号之前这个11月初之前这个都是稳定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想美国的进口商、零售商可以从中国大陆大批的进口很多民生必需品，而且应什么呢？平时所需，以及年底这个圣诞节的各项的这种需要销售的民生物资产品，还有送圣诞节你要送礼物你要买鞭炮这些东西 ，Christmas 上面的所有的这个装饰，它都可以进来。所以川普这样做的话，也可以避免他美国自己民生产业上面的一个大的动荡。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都有很多怎么样精算在里面。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那当然3个月以后会怎么样，没有人会知道，这是川普的风格。但也必须要讲了，因为这个钱是从消费者口袋里面掏出来的，所以呢会最有感。明年他们要选举，所以大家都会说他其实每一个举动都应该是在精算中。请教盛峰老师，说他是精算，但是看起来又很粗鲁。我们可以看到看遍所有的经济学，尤其看遍那个总体经济学，从来就没有看过关税是解决问题的万灵丹，但是川普却把它当万灵丹在使用。经过了这几个月下来，大概可以归纳出4个对美国是很大很大的伤害。第一个伤害，就对美国的软实力已经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因为对美国讲起来，他掌握了整个产业经济链的最高点，这个软实力，他的创造、他的研发、他的发明，这个没有话讲。但是呢，因为你这么一搞之后，整个的产业链发生了变动在美国来看，现在很明白的看出来，你的研发、你的人才、你的金融、你的文化，甚至你的文明的本身，都已经被整个的社会国际社会高度的质疑。你的软实力正在往下滑走，因为每一个人要寻找另外一个可以让自己生存的地方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整个的国民的利益遭到了很大的伤害。关税是这个钱是政府收可是谁去买？民众买，就好像汽车关税高，是我要付高额的价格去买那个汽车可是那个关税谁收了？政府收了。所以从关税拉高当为某一种政策工具则可，当为解决问题，所有人都知道一定是国民利益最大的伤害。高盛的讲法就是印证了这一件事嘛。第三个就是他的国际形象严重的受损，他不分这个亲朋好友全部打。这个我常常讲的，我拿一个插头要共去转正头所有人全部都要打死一样的道理。那不管加拿大干对吧？欧盟干，那反正随他都杀到最后，问题是
杀到一个问题出来了，中国。中国这个问题上，我们来看看，关税发动战是美国，可是延长谈判时间不断的延长的是谁？也是美国，证明谁现在是处下风。从我们商业谈判的角度来看，我发动，可是呢，我要说我们再延几个月，我们不但再延，而且呢，大家都要跑到华盛顿去求爷爷告奶奶，只有跟着中国绕着地球跑。那这些已经告诉你答案，什么？世界看得清楚了。我这样讲，各位不能体会的话，你就看看印度现在在美国的地位的改变，就看得出来了。美国本来想借印度在印太什么好好的来玩一玩，因为印度国力很强啊，经济很强啊，世界怎么排都排第3、第4啊，大得不得了。结果印巴战争啊，本来是完全碾压的，结果呢被打下了5架、6架的这个什么新型的战斗机啊。那而且是谁出手？是中国准备放在后面的坚实的，不是顶端的呢，而且是借着巴基斯坦的手就把印度打成这个样子了。那印度显然是不能对抗中国的，所以印度失去了统战的价值，美国就不甩了。同样的道理，现在为什么很多国家敢对美国说 no？ 因为你从中国的表现里面看得出来，中国显然是你压服不了的，而且你需要他的显然比他更需要你。是，请教一下小舰长。无论是美国或者是台湾，有非常多的所谓的专家学者，一天到晚都在说啊，这个美中的这个关税战啊，其实美国都是压着中国在打，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如果是真的话，也就是美国压着中国打，就像刚刚盛峰老师所讲的，那为什么美国要不断的延期呢？那中国还是保持原有不退不跪的态度，那大家都很清楚了。那其实这件事情还体现在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也就是 TikTok， 大家都快忘记了 ，TikTok 已经延期3次了。为什么？因为你美国戒不掉 TikTok 嘛。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所以简单的也就是说啊，美国现在实际上是有求于中国的，那大家就不用再继续吹牛，继续帮美国擦脂抹粉了。那至于说川普他在他的社群媒体上又讲到说他希望中国大陆对美国采购黄豆的这个订单呢增加3倍。增加3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啊？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啊，我们看到这张图，这蓝色的这条线呢是巴西提供，这不是专门提供中国，这是出口的大豆。这个黄色的线呢其实是美国，我们就看到美国的所能够出口的大豆节节败退，为什么？因为人家找到更好的一个来源嘛，那价格稳定，而且还不会被威胁，我要买3倍啊，那我当然跟巴西买啊。那我们看到为什么是3倍？我们看看下面这一个比例来讲的话，现在美国进口到中国的比例是 22.83%， 你乘上3倍会是多少？是 68.49%， 是不是跟上面的巴西开始有拼了呢？所以其实美国一天到晚心里所想的，也就是我一定要在大豆这个部分逼着中国大陆就范，可是是事与愿违。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呢，不但讲说巴西鲁拉总统呢，他拒绝向华盛顿低头，拒绝向川普低头，那他选择的是向金砖国家求援。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金砖国家的组成啊，其实也就代表了这个全球南方，而且塑造新的供应链。也就是说，以前大部分都是由美国向中国大陆输出大豆，现在已经改变成巴西了。这也就是告诉我们，美国不是永久都是如此的。所以我们看看全球南方，看看这个金砖国家，那里面内部的一个供应链越来越健全的时候，就代表美国越来越衰弱。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来看到的是川普他即将要跟普京会面，这双普会其实有很多看点，等等回来说。
好，欢迎回来。我们说双普会呢，现在即将要进行，但大家就在问。川普，你准备好了吗？因为看起来好像有点累呢。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呢，他好像搞错了。来听听他怎么说。You know, I'm going to see Putin. I'm going to Russia on Friday. I don't like being up here talking about how unsafe and how dirty and disgusting this once beautiful capital was. 好，对呢，他说他要去俄罗斯哦，听起来还很开心，有没有？结果呢，马上就被他们自己的媒体讲说，这个其实是暴露啦。他自己心中，普京仍旧占据着核心位置。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要去俄罗斯啊 ！Hello， 你的白宫发言人李威特怎么讲的？我们是要在阿拉斯加是邀请普京来好吗？要在安克拉治呢这边1对1的会谈，但是确实本来这个会谈，很多人说会不会是美俄乌3方会谈嘛？可是目前看起来没有，就是双普会。那这双普会呢，川普也很直白的告诉你，我跟你讲，我做谈判出身的啦，2分钟不用久，2分钟我就知道到底有没有可能达成协议。我就专门在做交易的啊，我就是专门在做这种事的。好，可是呢，白宫的讲法谦虚了一些些。李威特怎么说？他说我们这个叫做聆听行程啦，原因是因为呢，这一次我们是要深入的了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战争结束，我们要聆听对方的意见，所以他把它说是叫聆听的行程。但是不管你是要去观察，不管你是要去摸底，还是你是要去听，很明确的，泽伦斯基不会在。好，这一次泽伦斯基不出席。那普京这边的讲法是说呢，我已经有跟他讲的最主要我要怎么做了嘛？川普说，那我的目标就是跟普京见面之后，我要让这2个人能够见面。这2个人能不能见呢？看起来很难，因为普京其实他先前已经先放出风声，就是我拿到的我不会吐出来。那等于是不是？你要先割地呢，所以普京就直接这个跟泽伦斯基讲，他没有要见他，因为你要割地。那泽伦斯基则讲啦，我要割地的话，要这样退让，那我必须要先公投。现在要公投，谈何容易？川普想当和事佬，你现在得要摆出一个姿态。所以他的讲法就是说呢，没有嘛，我们就是努力看看能收回来多少，我们尽量努力让部分领土归还给乌克兰。这部分领土是多少？也没说。但是呢，在会面完之后，川普现在他确认的就是他会跟包括了泽伦斯基，包括了欧盟这边，会好好的跟他们通话。目前有一个时间是说呢，8月13号，那也就是你通话完之后，会面完之后，马上就会跟欧洲还有乌克兰这边进行通话，了解一下下一步的战争局势会是什么。但是整个欧洲也不是一致的，来看看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多次的讲，他讲说呢，他认为你现在如果要谈判可以啊，那你欧洲没有参加，其实就证明了嘛，我不在谈判桌上，那我是不是在菜单上？所以呢，你不带欧洲，是不是要拿欧洲的什么东西去做交易呢？这种其实就是彼此之间已经开始出现了猜忌了。其实啦，好，朋友跟朋友之间，跟国与国之间都一样，最怕就是这种有一点点的不明确，大家心里面会有化学变化。这一次双普要会。大家也要问啊，那你普京有没有跟中俄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产生化学变化？好，这个呢是媒体上面讲的，说其实已经先跟习近平进行通话了。普京去阿拉斯加前先通话，那当然就是给中俄关系来做一个保证，表示彼此之间依旧坚若磐石。中俄现在的海军呢，他们的船舰、战舰呢，其实也彼此之间你来我往，进行一个巡逻，而且呢进到对方的港口里面来做补给。那这一些其实美国也都看在眼里，他们南海这边没落下，美国的陆战队菲律宾海兵线，他们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战法。这个战法呢是什么？鱼鹰机，它先有一个声纳浮标，然后呢在海陆这边彼此之间来做高度的协同作战。那是不是某种层面上就是回敬一下中方啦？这个美英日三边的航舰。战斗群14舰120机，也在美澳军演结束之后呢，在一个空档期间来做一些军演。那这些当然也就是针对于中方近期来说，它的在日本这一边的一些的军事行动来作为一个回应。所以其实在整个太平洋地区，
还是有彼此之间的你来我往、秀肌肉。对于中俄之间，现在看起来很担心有变数，赶紧先通话，因为之前教育家介大使对于中美俄这个三角关系的平衡点来说，川普要见面了，其实大家心里面都会想，他们到底会谈哪一些问题？基本上就跟川普讲的啊，会谈领土交换。可是要搞清楚啊，不是美国跟俄罗斯的领土交换哦，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领土交换。那大家会很奇怪说，那干美国何事啊？那个领土没有美国的领土，他有什么好去交？他去交换别人的领土，所以人家就说这是雅尔达密约的第21世纪的版，也就是说穿了就是乌克兰被美国摆明了出卖，而且你要交换乌克兰什么领土，乌克兰到现在都不知道啊。我说川普说我谈完以后再告诉你，那所以就变成这个匈牙利的奥班总理就说你不在桌上，你就是在菜单上面。所以现在就是美俄来决定啊，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领土疆界划在哪一点。对，那事实上的话，这场会谈应该说是川普要来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说要给俄罗斯这个非常这个好。强有力的一击做这个经济制裁，就时间快到了，就双方也没有达成任何，俄罗斯也没有甩他，结果呢，他派他的这个所谓的中东事务特使，也是川普真正的亲信中的亲信，叫魏克特，所以这个去跟普丁谈出来了，双方要见面。那见面的时候，外媒报道说，事实上的话，这个8月6号的时候，那个时候见面的时候。普丁就交给这个魏克特一份这个停战的计划书，那里面有讲说，乌克兰你要从顿巴斯地区你要撤军啊，你知道顿巴斯分2个州，一个是顿内茨克，一个是卢甘斯克。卢甘斯克的话，事实上超过100%是俄罗斯完全占领，顿内茨克呢还有25%现在还在乌克兰的手里。所以照这个说法的话，乌克兰要从那个25%的顿内茨克现有的土地要撤军呢。那另外还有2个州，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扎波罗热，一个是科尔松啊。那这2个州呢，看起来就变成就是说，以现阶段的所占的土地呢，就变成俄乌之间的未来的疆界。那乌克兰泽伦斯基能够接受吗？他一开始他说他完全不能接受，可是问题后来呢？泽伦斯基在他自己脸书说：“我完全接受，我完全信任川普先生，他会做出来的决定。”所以呢，现实就是现实。现在川普呢，摆明了就是怎么样，去拿乌克兰的土地去换取他跟普丁的这个跟美俄关系的恢复正常。国际政治就这么现实。那希望这个历史不要重演在东亚。不要发生在我们未来的台湾身上，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请教顺峰老师，领土交换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很可能就是双方就是一个38度这样画下去，然后呢，你都退给我，我都退给你，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其中现在我了解到了，还有一个可能，就以内波河为界呢，然后划分一个灰金时期，这边划过去的就属于俄罗斯，这边划过去的。属于这一个乌克兰，然后内波河为界呢，作为比如说几公里内作为灰烬时期。假如这样的话，你看看乌克兰情何以堪？那乌克兰一句话也不能说。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全世界活生生在全世界的面前做出了一场最残酷的出卖。这个出卖是俄罗斯拿到了领土，美国拿到了资源，然后这个欧洲呢拿到了负债，乌克兰拿到了悲惨，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看到呢，世界上霸权的无情就在你的面前演给你看，你能怎么样？你一点都不能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要在那边讲我跟谁哪个国家的关系有多好什么牢不可破坚不可破，没有坚不可破。再怎么坚不可破，会比当年美国、欧洲支援乌克兰还坚不可破吗？那一种资源、那一种付出、那一种条件，那真的是除了没有派兵以外，所有该做的、能做的都做了。怎么样？
不行的时候就是这样，在你的面前公开把你卖了，切蛋糕给你看，而且告诉你你不能吃，这一块是我吃的，霸权的无情。所以难道我们今天还要再相信霸权给我们的承诺吗？我们还要把台湾的命运这样摆上去吗？你不觉得整个的霸团，整个的所谓的青鸟，所谓的黑熊，这些的搞法，没有西方的 NGO 在后面搞台湾的颜色革命吗？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希望台湾的做出来是什么？我们可以忍受这一些的作为吗？可是正在悲惨在发生中，所以我才讲823还有几天，民进党还来得及，赖清德你还可以来得及，否则你是不是被希望一步一步推？惠顿的文章已经告诉你嘛，我告诉你你要这样做，你不做我抛弃你是应该的嘛，你做了，台湾也是一个悲惨，所有的悲惨就是把你送上战场，然后最后就像乌克兰这样当场宰割给你看嘛。再过来看今天呢，英美的这个联合演习啊，什么等等啊，这个可能我们舰长讲起来会更专业吧。所有的演习在演习，演了大半天，实力做后盾呐，就是你现在有多少实力，未来你的工业力能提供多少的实力，才是你在世界上发言的权利了。是，请教小舰长。泽伦斯基早已经不是2年前的泽伦斯基，走在这个全世界各个的会议上虎虎生风。其实呢，不要把自己讲得很重要，其实现在他已经是无足轻重了。那甚至已经有传闻接替泽伦斯基的人选都已经浮出台面了啊。我们这样子讲啊。著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已故捷克，捷克的文坛大师昆德拉曾经这样子形容1983年的慕尼黑会议，他说有一边是大国，一边是小国，有些国家坐在会议室中谈判，有些国家则在前厅里彻夜等待。很显然的。现在彻夜等待的就是泽伦斯基以及可怜的乌克兰的这些民众啊，那等着也就是川普跟普丁怎么样来切蛋糕。那至于说美国呢一天到晚秀肌肉，但是秀到的真的是肌肉吗？我们看到上面这一张，也就是现在大家开始吹捧陆战队他所用鱼鹰机在那个空中呢抛投这一些声呐浮标这样子用手丢代表什么？代表鱼鹰机原来就不是这样设计的如果我们看到P8A 或者是台湾所使用的P3 的这种反潜机，它都有固定发射的位置你为什么用手丢你用手丢，你确定你丢的对吗？而且这个是陆战队的，代表是什么？来客串一下，它不是海军的。那丢这些声标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也就是量测水文的这一个温度。那为什么要量测温度？因为我们才知道说整个声呐它的一个发射之后，它是向下转呢，还是向上转？然后向下跟向上，这中间叫做什么？叫做阴影区。阴影区也就是潜舰那它隐藏的地方。那潜舰为什么不用丢？因为潜舰本身就是这种升温仪它自己就可以量测。那当这一种我们讲到声呐浮标丢下去之后，那在空中的反潜巡逻机或者是反潜直升机，它都可以接收到侦测潜舰的这一个讯号那你用非制式的装备来使用，那对不起，那就告诉大家，你根本就没有准备好。那至于说我们看到8月10号在北菲律宾海，它为什么要特别注明北菲律宾海那也就是说，这接近台湾又准备好台湾你有4艘那个航空母舰准备来协助你，你看是不是很厉害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驻纽西兰大使接文吉燕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这个画面，昨天有很多人看到说，
是 AI 吧？是真的吗？啊，是真的。来带您来看到是行政院竟然就这样挂国旗啦！幼稚园小朋友都会知道说这个国旗挂错了嘛，怎么会倒挂国旗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国旗倒挂，你随便问一下 ChatGPT 都会告诉你啦，代表发生国难或该地沦陷向敌方投降，对国家的民生会有严重影响。这么重大的事情，说竟然至少20分钟之后，媒体拍到了才被发现，然后才降下来。行政院这边的发言人表示啊，这个是人员操作疏失，才会导致旗面倒反。发现已经赶紧更正了啦，这代表什么？代表是不是我们的螺丝通通松掉了，没有真的认真的在做事情呢？赖清德今天呢，大家都在问，台风来了，洋流台风来势汹汹，你现在去看我们的在中南部等等的地区呢，其实现在都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雨，所以今天呢，我们本来也在问说，那有没有公开行程啊？后来呢，才发现没有啦，有啦，人家赶紧等等3点半的时候要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来做视察。其实呢，在今年来，其实最近你会发现赖清德开始去看灾啊，或是有一些行程。可问题是不是也是很担心被问到一些特定的话题？比如说关税现在迫在眉睫，比如说灾情现在大家也很担心会整个又再修起来。林濁水就直接讲了，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很直接的说，其实民进党确实他政治前景很严重啦，包括了民众如果认为民进党是拒绝制衡的话，那现在全面执政的机会就永远丧失。这一讲不就等于说赖清德你要在想你2028没望吗？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关税。他说主要是在谈判结果。重点是什么？是你谈判的沟通，你才真正伤害了这个政府的信用。所以呢，你这种安慰剂式的回应是最伤害信用的。换句话说，结果现在细节还没出来，但是你政府怎么跟人民沟通，怎么跟人民说，人民心里面会有感受。就在这么多事情之秋，罢免持续进行，823还有一场投票，结果现在呢就发现了，在中部这边有人呢就在人行砖上面，其实导盲砖上面用高压水枪洗出这个823同意罢免。大家在讲，当你出门又在这么比如菜价很高啦，买不到叶菜啦，买不到猪肉啦，然后看到这个，你觉得他的心情会是什么？所以才会看到前立委邱毅他就直接的讲，他认为啦，现在台湾内忧外患之际，还在搞这个大罢免，这很有可能会让赖清德有可能连这一届都做不满，再加上啦，其实防灾工程完全不堪一击呀，这个就是人民现在在台风在这个天灾来临的时候心中的感受，还有就是做生意的人看到了关税，觉得你完全弃守，会不会真的让他一语成谶让他真的命中？真的这一年会做不满呢？美国人其实现在也有对赖总统提出谏言，这一位惠顿，好，这个呢，他之前其实也曾经有发文嘛，那次发文的时候就讲说你台湾根本不懂川普嘛，这一次再发文是说呢，你应该要重新定义台湾，好，建议的具体做法包括什么？赶紧让台湾来参加环太军演然后验证美国国会的支持要争取川普的支持所以你要赶紧用军售来拿钱去换他的支持甚或是呢一些开放投资等等等。好，这一些美国人给了你一个处方签，可是这真的是救命的吗？好，原因是外交家美国的杂志，很有名的杂志，现在怎么讲？说其实他们看到的是共和党近期在台湾议题已经越来越低调了，对于赖清德取消过境美国几乎保持沉默，跟以往积极打台湾牌不一样。那一个呢就是怕得罪对岸嘛，另一个是不是对台湾根本就缺乏认同，还有政治连结？换句话说，你没有真的跟川普派挂上边，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回过头来就想要请教一下盛峰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其实非常严重，把国旗倒挂20分钟才发现，结果说人员疏失，这个怎么说都没有办法说服人，而且是在行政院的主干上，对这个错误这个除了道歉之外，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那这种整个螺丝松了，大概这是又当中的一小项而已。那我导致我们把它拉回来，看更大的问题来看。
亡秦者秦也，秦朝会垮是在秦朝的身上；亡民进党者民进党也，救民进党者民进党也。今天林濁水的话，我觉得蛮值得民党去思考。陈水扁就垮在贪腐2个字，因为这是台湾坚定不可被动摇的基本价值。不管你怎么解释那个钱是要什么台独建国的，同样的道理，台湾还建立一个基本价值，就是监督制衡，这个是大家接。民主需要有监督，监督需要有制衡，民主要有在野，有在野才是一个监督。这是一个制衡跟在野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已经被接受了。这一次大罢免，不管你用什么理由，你一样的打破了台湾人的基本的主流价值。就好像你贪污用了什么理由去解释，你都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价值。所以今天民进党，你们要觉得这样子做不对的话，民进党起来救民进党，但是民党他说我看不起，全部竞争，点点一句话不敢讲，这是一个党堕落的开始。当一个党连这一种检讨、面对真相、面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声音都不敢出现的时候，这个党只有一条命运，叫做垮台，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所以现在还来得及，我的看法，现在还来得及。为什么还来得及？第一个，内省的声音出现的话，社会会给你机会；第二个，停吧，8号山，赶快停，找个理由。现在比如说有台风啊什么，找个理由自己下个台阶，或许还有机会。不要怕得罪曹兴诚这种烂货，也不要怕人身攻击了，也不，你说人身攻击，我接受了啊，真的看起来是这样子了，所以不要怕得罪曹兴诚这种人，不要怕得罪青鸟，不要怕得罪这些什么八号同等等这些人，你怕得罪这些人，那你不怕得罪台湾人啊？你们原来可以得罪台湾人，却不敢得罪这一群侧翼啊，这个才是一个社会你们必须要面对的。所以，请看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谁？尹锡悦为了保护他那可爱的妻子，所以去搞戒严，最后的命运自己下台，然后夫妻2人昨天的事件出来了，全部锒铛入狱。同样的道理，你为了搞独裁，所以你要干什么？你去搞罢免。一次教训已经够了，你还要再下去，对社会的伤害有多重了，自己要搞清楚。一样的道理，你所依靠的美国，现在已经给你发出信号，这个信号是什么？就是当时弃台的白皮书已经发生出来了，就好像当时国民党要从大陆撤退的前夕，美国人要推掉责任了，就发表了白皮书，不是我不援助你，是你自己不行。现在一样透过惠顿一而再再而三发表这个白皮书，告诉你是什么？很简单，是你们政策错误了。你们没有了解美国啊，你们没有了解民主党，这个共和党啊，你们没有这些，你们不了解，所以有一天你被我卖掉，刚刚好而已嘛，是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自己一定要清楚，我们正在被拍卖中，我们正在出卖中。然后在出卖的前夕，还准备把我们给掏空，被我们给挖空，这个才是一个最可怕的事啊！还来得及，823以前赶快停罢，不要怕得罪那一些家伙，领导你不要怕，该怕的是你得罪了台湾人。请教一下介大使。现在事实上的话，台湾内部的问题越来越多。那我觉得惠顿。当然，他的第2篇文章，我觉得有点露出马脚了。他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我觉得背后有人借他那支笔要表达一些意见。当然，这个可能这些部分这个讲法的话，比较接近海外独派。海外独派在华府的这些，就是说，对于这个台湾独立不彻底的这些人甚至觉得赖清德事实上有一点背弃台独路线的一种怎么样？一种下指导棋。他先下说，美国人现在不太愿意理你了，对你用的人也不对，然后呢，你应该怎么做呢？惠顿的文章里面写说，你应该具体上的他说要把蒋中正的铜像从中正纪念堂把它搬出去，
中正纪念堂改名民主纪念堂，然后呢，要把孙中山的遗像从立法院里面移出去，然后呢，还说要把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改名桃园李登辉国际机场，然后要跟中国彻底做一个对立跟决裂，那你想想看，这样做的话，在台湾内部一定造成更大的撕裂，那很可能会造成什么？更造成甚至对立，甚至暴力冲突。那你也可以看出来，曹兴诚他们这一次的这一些在推这个罢免案的这些人，在街头上已经跟很多人在口角了，用一种言语上的霸凌，而且都是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事实上你也可以看出来，像这个八炯，他做到最后，他说他事实上他比较怎么样？他常常还要提这个纳粹德国的做法。这都是很危险的，那也可能这个惠顿他在后面也有希望台湾不乱，唯恐台湾不乱的一批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法有点像怎么样？就是在2014年在乌克兰，他这个广场暴动，广场暴动事实上的话就造成乌克兰种下今天乌克兰这个国家命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这样，两派不同的人在这个乌克兰的广场上。正式怎么开打？然后呢，对于政府对于继承的话，基本上都用一些政治的一些理念来相互的否定对方，就立刻造成乌克兰东部的宣布独立，所以造成国家的独立，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那广场暴动呢，2014年这个在基辅的广场暴动呢，事实上后来证明就是美国 CIA 整个运作，在长期运作，然后推动的。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后来做这个国务院的驻青叫一位女士叫诺兰吧，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她就是在现场发钱的，她全部都是她在整个策动。那现在这些美国现在这种声音，我觉得就手已经伸到台湾内部，已经告诉你台湾要怎么做。那请问一下，他以什么姿态来？他今天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吗？他有在台湾纳1分钱1毛钱的税吗？他就在美国就在干嘛？说穿了就怎么样，煽风点火然后呢，希望你内部怎么样进行怎么样大规模的怎么样政治的一种对立的作为。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因为就美国来讲的话，他们做这种事的话，你在过去一段时间看非常的多。那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就发觉，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就要考虑说，为什么美国在这一次从拜登开始明白抢夺我们的台积电，到现在川普政府又要给我们不去美国投资的这些芯片厂给予100%关税的这种希望迅速把台湾最宝贵资产撤离台湾，那这些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些包括这个还有这个 Whitman 他的这个文章我们台湾人要冷静，我们要好好看清楚这些替我们开药方的人，他的目的何在？他是要我们做些什么事，对我们自己有没有利？我想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就是战略战术上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来请教一下小舰长。我们看到那个台独的理论大师林卓水先生对于民进党的一个政治前景，他提出了严重的警告。那其实他本身的内容还是爱着民进党的。那对于民进党有很多一针见血的一些党论我们应该这么说。但是我们回头看一下，为什么现在老一代的民进党人跟现在的民进党中央都渐行渐远了？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民进党叫做什么？我们看到的以前的民进党叫做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也就是政治需要的是制衡。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实际上它是不要制衡的。那另外我们讲到以前的这个党外杂志，党外制衡进步，那我们现在还看得到制衡吗？其实是看不到的。所以无论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前副总统吕秀莲，或者是游盈隆老师，为什么他们都对于民进党有非常不同的，现在的民进党有非常多不同的看法？也就是因为发现路线已经偏离了。
那第二个，有关于说，为什么赖清德总统呢？他每一次都去了一些奇怪的地方，而且都挑一些奇怪的时点。例如说，你应该去看灾的时候，那个台南跟嘉义灾情这么严重，你却不见弹，根本找不到你这个人。那现在那个在之前啊，也就是台风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结果这个时候你应该要跟国人解释关税的问题的时候，你跑去看灾，那这个也就是大家心中的疑问啊。那当这个疑问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再看看你的外交政策。那也就是我们的副总统之前在驻美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押错宝了？那之前介大使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驻美代表。你应该的要两党都要能够接触，而且越是那个败选的那一党，你越有机会好好去经营。结果你不是，那等到那个川普当选的时候，你还弄一堆，无论是他讨厌的彭斯，无论是他就是美国前副总统，还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还有那个美国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这些都是川普最讨厌的人啊，你却把他弄来，你不奇怪吗？川普不讨厌你，谁讨厌你呢？那另外最近呢，其实赖清德总统呢，在这一个创投年会，他又开始大放厥词，他又说呢，希望他能够将台湾打造成亚洲人工智慧中心。哎呦，我这真是吓一跳了，为什么？电就是问题啊！你现在电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啊？结果人家那个屏东地区都赞成核三继续的，那个重新再继续的供电的时候，你的那个经济部长讲，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取消电力优惠的话是什么样子啊？那再做一次民调，这到底是什么话啊？那这一个核三到底摆在？屏东摆了多久？你可以说出这个人话，那你可以说出这个不是人讲的话。另外，你说你要稳定的能源供应，你说要建置 data center， 人家以前 Google 为什么愿意来？因为你的电价便宜啊。你现在的电价越来越贵，我们就等着看这一些国外厂商的智慧中心一个一个移走。好，我们等等广告回来，则要来看看在关税议题上头，台湾谈的怎么样？您感受呢？但是现在美中之间，他们在下的是另一个棋盘。等等回来说。